很多人觉得新加坡这几年稳是稳，但缺了点爆发力。我劝你别急着下结论，带上你的望远镜去东海岸公园转转。当你看到那道绵延不断的围栏后面，千万别觉得那只是普通的工地，那是新加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下深潜。这道围栏后面正在疯狂施工的，根本不是什么供游客打卡、买免税包包的普通航站楼，而是一座足以锁死新加坡未来半个世纪亚洲枢纽地位的地下城。为什么说樟宜机场 T5 的出现是对全球航空业，尤其是对周边竞争对手的一场降维打击？今天我们绝对不扯什么星耀樟宜的室内瀑布有多好看，也不谈什么旅客的极致体验，只砸基建背后的生存逻辑、财政真相以及极其残酷的地缘政治博弈。所有人对樟宜机场 T5 的第一个致命误解，就是把它当成了现有机场版图上的一个常规扩建工程，以为只是多修几条跑道，多盖几个候机大厅。这根本不是扩建，这是在原有的国家版图上硬生生再造一个全新的新加坡。T5 的占地面积高达1080公顷，这是什么概念？把现在日夜满负荷运转的 T1、T2、T3 三个巨型航站楼全部打包加在一起，总面积刚好等于一个 T5。为了在樟宜东这片原本是海水的地方填平这块地，工程队硬是倒进去了近3亿立方米的填料。这个恐怖的体量足以塞满10几万个标准游泳池。这种级别的填海造陆，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伤筋动骨的超级工程，但在新加坡，这只是基建狂魔入场前的一个热身动作。你在地面上根本看不到这种宏伟，因为 T5 最狠的戏份、最烧钱的结构，全部埋在地下30米深的地方。传统的机场建设逻辑，不管是中东那些挥金如土的土豪机场，还是欧美历史悠久的大型枢纽，都是拼命往天上走。搞巨大的玻璃穹顶，搞极度浮夸的自然采光，搞地标建筑，恨不得让全世界的飞机在平流层就能看到自己的轮廓。但新加坡人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往地底深挖。他们不是在建一个面子工程，而是在给整个国家买一份极度昂贵，甚至透支部分财政的生存保险。地下30米的深度，在填海形成的松软海泥地质上施工，意味着极其恐怖的沉降风险和成倍翻番的工程造价。软土固结，垂直排水板打入，深层水泥搅拌，每1米的推进都是在拿真金白银往海里砸几百亿新币挖地下城，绝对不是为了让航站楼的商业面积大一点。真正的秘密藏在冗余这2个字里。小国寡民的死穴就是缺乏战略纵深，最怕的就是被突发危机卡脖子。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早就锁死了地面的扩张极限。要想在未来50年的亚洲枢纽争夺战里活下来，就必须把所有核心的运转系统转移到地下，用立体的3维空间去换取绝对的安全感。T5 的地下空间不是用来建停车场的，它是整个机场运转的机械内脏，把内脏藏在最深、最坚固的混凝土堡垒里。这是一种极度缺乏安全感，但又极度理性的防御姿态。这就引出了 T5 最核心的底牌。地下联通系统，也就是工程界和城市规划圈里常说的 ITS， 千万别把这东西跟普通机场的地下通道混为一谈。这不是为了防轰炸搞的民防设施，这是为了应对全球物流链瞬间断裂、极端黑天鹅事件频发而设计的反脆弱系统。普通的机场地下顶多走高压电缆、排污管道和简单的行李传送带，但 T5 的地下是一个高度折叠、高度自治的微缩工业城市。当你在地面候机厅喝着咖啡、刷着手机的时候，脚下30米是比好莱坞科幻片更精密的机械矩阵在进行自我修复和算力调度。这里拥有完全独立的地下微电网和闭环的水循环系统。这意味着什么？就算整个新加坡岛因为突发的地缘政治危机、能源切断或者极端天气导致全面断电断水， T5 的地下系统依然能凭借自身的能源储备和独立冷气网络，支撑整个超级机场满负荷运转整整3天。3天时间，在现代战争或全球供应链崩溃的极端危机中，足够完成一次国家级的核心物资抢运、人员撤离和战略调配。这就是新加坡基建的底线思维。在 T5 的系统设计逻辑里，单点故障是被绝对禁止的。传统的单管线设计在这里被彻底抛弃。任何一条主干道，任何一个变电节点瘫痪，系统会通过 AI 调度瞬间切换到备用回路，
中间的延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行李、高价值货物，甚至航站楼之间的旅客转移，全部通过地下的自动驾驶轨道和 AGV 无人车完成。别人建机场是为了在经济上行期承载更多的客流，赚取商业利润。新加坡建 T5是为了在周边国家陷入瘫痪、全球供应链断裂的时候，依然能保持强劲的呼吸，甚至反向吸纳周边的瘫痪资源。这套系统极其精密、极其强悍。他把容错率拉到了一个违背商业常理的变态级别，但这种极致的精密和冗余是有巨大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最终一定会精准地转嫁到每一个使用者身上。作为乘客，你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飞新加坡的机票和樟宜机场的离境税变得越来越贵了。从2018年开始引入机场发展基金，到这几年樟宜机场的乘客服务与安全费不断上调。不要觉得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舱座位，你买的是全球最快的通关效率和最无脑的丝滑体验。去过欧美或者部分东南亚国家机场的人都知道，行李托运本质上就是一个开盲盒的游戏。人工搬运的暴力分拣，老旧履带的频繁卡壳，遇到航班延误时行李堆积如山，这些在伦敦希斯罗或者纽约肯尼迪机场都是家常便饭。但在 T5的地下，传统的皮带传送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 ICS 个人托盘系统。每一个行李箱只要一放上值机柜台，就立刻拥有了自己的专属自动驾驶底盘，全程 RFID 高精度追踪，行李直接在磁悬浮级别的地下高速网络里穿梭，没有拥堵，没有摩擦，没有堆积，精准无误地送到对应航班的副舱。这种效率的背后是彻底干掉人工干预，也是为了应对新加坡极其高昂的外劳人头税和严重的人力短缺。这就是新加坡向全世界收取的效率税。为了把你在机场的等待时间压缩那么几分钟，为了让你的行李比你更早到达机舱，新加坡政府砸下几百亿新币升级底层基建，然后通过离境税、机场建设费，把这些天文数字的成本极其精算，地平摊到每一个过境的旅客和每一吨货物的头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看法。你觉得机场这种极致的快，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到底是刚需还是昂贵的奢侈品？你愿意为了不排队、不丢行李，多付那几十块钱的税费吗？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这其实直接决定了未来全球顶级枢纽机场的建设方向。到底是走向平民化还是精英化？如果你觉得 T5只是在赚旅客的机票钱和免税店的租金，那格局就太小了。把视角拉高，看看整个东南亚的版图。这片土地从来不缺廉价劳动力，也不缺广袤的土地，缺的是确定性。在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大型基建项目朝令夕改的大环境下，新加坡的生存法则极其残酷：不领先对手10年，就是被边缘化。泰国一直在炒作克拉地峡运河，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一直在试图分流转机客，印尼也在疯狂扩建。T5的建设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客流拥堵，而是为了锁死新加坡未来50年的资产护城河。现在的航空货运逻辑早就变了，过去拼的是谁能运多少吨衣服、鞋帽、电子组装件，现在拼的是谁能吞吐最高价值的货物。生物医药、冷链疫苗、极紫外光刻机零部件、高端 AI 芯片，这些东西体积小，价值极高，对温度和震动极其敏感，且对时间的要求苛刻到按小时计算。樟宜机场早就拿下了全球最严苛的 CEIV 医药冷链认证。T5的地下接口就是为了实现这些高附加值货物的零秒等待。货机一落地，货物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地面拖车转运，直接通过地下专属恒温通道，无缝接入旁边的樟宜东工业区，甚至直达跨国企业的无尘车间。这种物流闭环，周边的竞争对手根本抄不会，也砸不起这个钱。这不仅仅是机场技术的升级，这是一场残酷的社会洗牌。通过极致的自动化和地下物流网，新加坡正在消灭低端体力活，逼着全社会的产业结构向高产值转型。T5就像是一个超级心脏，它不仅负责运人，更负责泵血。只有它的起搏速度足够快，周围的金融结算、高端制造、跨国物流的血液才能顺畅流动。一旦这个心脏跳慢了，哪怕只是慢了半拍，资本、高净值人群和尖端产业就会毫不犹豫地流向中东的迪拜、多哈或者其他野心勃勃的亚洲节点。
T5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新加坡在残酷地缘政治下的必答题，没有任何系统是完美的。T5越强大，新加坡这张入场券就越贵。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精密的钟表里，所有的齿轮严丝合缝，不容许任何差错。街道一尘不染，航班准点起降，水管永远有水，电网永远稳定。但这种精密感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沉重的成本，它要求极高的财政投入、极度严苛的社会管理，以及对效率近乎病态的追求。为了维持这种极致的效率，整个社会都被绑在了高速运转的履带上。我们在享受这种安全感的同时，早就默认牺牲了生活的松弛感。当一个系统庞大、复杂到没有死角，过度依赖算法和地下机械的时候，一旦发生极小概率、超出设计冗余的系统性漏洞，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去承受那个代价？樟宜机场 T5是一座工程奇迹，但它也是新加坡重度焦虑的具象化体现。为了不被淘汰，只能不断给自己加码，把发条拧到最紧，直到没有退路。如果你对新加坡这种极致焦虑驱动的领先有不同看法，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新加坡基建背后的财政博弈、城市规划的残酷真相，记得订阅频道，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新加坡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期见。